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拜登和韩国总统尹锡悦在白宫举行元首会谈，就全新理念的对朝延伸威慑措施达成一致。两国领导人发表了以创设核资商小组为主体框架的华盛顿宣言，其中包括40年以来首次在韩国部署美国的弹道导弹核潜艇。那么，这对半岛局势有何影响？来看报道。 美韩元首会谈进行了约80分钟，会后拜登和尹锡悦共同会见记者，公布会谈成果。最令人关注的是，两国发表阐明加强延伸威慑的华盛顿宣言。Our mutual defense treaty is ironclad, and that includes our commitment to extended deterrence. They're particularly important in the face of DPRK's increased threats. 按照韩方的说法，韩美元首会谈形成了6份各自独立的成果文件。除华盛顿宣言外，关于建立韩美下一代核心新兴技术对话的联合声明也引发外界广泛关注。据韩联社报道，双方商定设立韩美下一代核心技术与新型技术对话机制。这一机制由两国国家安全保障会议主持，计划谋求生物科技、电力电池、能源技术、芯片、数字化、量子计算领域的合作。此外，两国将互派学生、研究人员、企业人员进行交流，共同培育新一代科学家和工程师。会议将轮流在韩美两国举行，首场会议将于下半年举行。韩国总统府在新闻稿中评价称，该对话机制将对发展全球创新生态系统和构建有韧性的全球供应链做出贡献。值得注意的是，年初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访美时，美日发表的联合声明也重点提及加强经济安全领域的合作，保护和促进半导体等关键的新兴技术发展。在与拜登举行会谈的前一天，尹锡悦在美国商会主办的活动上强调了韩国在全球半导体领域的领导地位，称两国是有岸外包的理想伙伴。外界注意到，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去年访问韩国时，曾极力兜售有岸外包概念，意指将供应链网络限制在盟国和友好国家当中。路透社称，尽管没有提到中国的名字，尹锡悦在美所指的就是美国试图减少对中国关键商品和材料的依赖。商务部发言人束学庭还表示，美方不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出口管制等措施，甚至不惜牺牲盟友利益。近期，相关国家芯片产供链企业的营收和利润大幅缩减，美方强推脱钩断链是重要原因。这是美方搬起石头砸了盟友的脚。我们呼吁有关国家政府和企业从自身长远利益出发，共同捍卫自由贸易规则，共同构筑安全稳定、畅通高效、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4月27号，三星电子披露了2023年第一季度的财务报告。报告期间，三星电子营业利润同比下降95%，为14年来的最低纪录。其中，芯片业务出现了4.58万亿韩元，约237.2亿元人民币的亏损，而去年同期该业务有8.45万亿韩元的利润。前一日 ，SK 海力士也披露创纪录的季度运营亏损。财报数据显示，一季度 SK 海力士亏损3.4万亿韩元，约176亿元人民币。而上年同期则盈利2.9万亿韩元。韩国中央日报社评认为，韩国企业既要观察美国的要求，也要看有市场和工厂的中国的眼色行事。从国家立场来看，韩国奔向美国主导的供应链，但又不能忽视与中国的经济合作关系。因此，韩国经济不应该成为中美竞争的牺牲品。好，下话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你好。对于美韩两国发表阐明加强延伸威慑的华盛顿宣言，您怎么看？我始终坚持认为，只有从美韩战略利益的大交换，或者说是美韩在战略需求上做大生意的角度，就解读当前的美韩关系，尤其是这份华盛顿宣言，才能真正抓住问题的本质。对于韩国来说，他们长期以来念之在之的一件事情，就是来自朝鲜的核威慑。因此他们对美国的唯一战略需求，就是希望美方能够帮助化解与应对这一威胁，或者说得更清楚一些，就是如何在印太地区团结所有的盟友，来共同遏制中俄两国。而在日本、澳大利亚等盟友已经主动归队，连菲律宾也开始有所动作的情况下，美国重点解决的
就是犹豫不定、尚未下定最后决心的韩国的问题。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朝核问题始终是美国用来把韩国绑上印太政策的抓手与绳索。那从半岛局势来看，您认为在华盛顿宣言签署后，美韩在这次战略利益交换中究竟是谁赚谁亏了呢？好的，我们先来看看在华盛顿宣言签署之后，美国具体付出了一些什么样的代价。我认为美国付出的代价基本上为零，因为第一，此前美国对韩国一直是有口头承诺的，也就是一旦韩国受到了朝鲜的核武器攻击，美国将利用自己的核武保护韩国，帮助韩国进行反击。因此，这一次签署宣言只不过是把这个口头承诺给书面化与制度化了。第二，此前韩国一直有要求，也就是要求美国在韩国重新部署正数核武器。在这次宣言中，美国不仅没有答应韩国的要求，而且将美国不会在韩国部署核武器这一条也写进了宣言当中，彻底断了韩国的念想。至于华盛顿宣言中唯一抓人眼球的东西，美国将派遣弹道导弹和潜艇访问韩国，那只不过是象征性的旅游行为而已。第三，美国不仅现在没有付出什么东西，将来实际上也不用付出什么代价，因为稍微有点分析能力的人都应该知道，鉴于半岛局势将一直处于恐怖平衡状态，朝鲜不可能主动对韩国挑起大规模的战争，更不可能使用核武器。这也就意味着美国实际上不需要动用核武器来保护韩国。同时，根据华盛顿宣言，就算是未来半岛发生了核战，那美国是否动用自己的核武器进行反击，也是由美方说了算，而不是由韩方说了算的。不仅如此，拜登政府还用这样一个没有任何成本与代价的宣言，换取韩国做出了永远不会自行发展核武器的承诺。所以在这笔交易中，谁挣谁亏已经是一目了然。那从印太局势层面来看，您认为在华盛顿宣言签署后，美韩在这笔交易中究竟又是谁赚谁亏了？我认为那更是拜登政府赚大发了，尹锡悦亏大了。从表面上来看，这份华盛顿宣言似乎是以美国帮助韩国应对朝鲜核威慑的方式，进一步强化了美韩军事同盟。但在实质上，美国已经通过这份宣言悄无声息地改变了美韩军事同盟的性质与未来发展方向，也就是将美韩同盟的战略目标从应对韩国面临的朝鲜核威胁，转移到了应对中俄的所谓威胁，从半岛层面转移到了印太层面。具体来讲，美国的收获包括：第一，美韩这次元首峰会，尤其是这份宣言的发表，基本上确定了韩国未来加入印太战略的大方向。第二，这份宣言为未来美国构建美日韩军事同盟打下了基础。第三，这份宣言进一步明确了韩国将会加入由美国主导的美日韩与中国台湾地区的四方芯片联盟。第四，美国已经通过这次峰会将韩国拉进了台海局势的浑水当中。尹锡悦临行前主动表态，台海问题不是两岸问题，而是全球问题，就是在向美国递交投名状。好，谢谢刘和平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